那其中还有一块就是4大公投，你说这个对这个蔡苏体制来讲也是一大考验，就是考验还在后头，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差了一弹哦。那绝对是一个很严厉的考验，很严厉的考验，因为4大公投每一个都是重大政策，对，你说莱猪进口要不要停止？那目前看起来我们最近没做这方面调查，不过这根据过去所做的调查，都是60%以上多数反对，对，那赞成的比较少。包括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也是看法分歧，没有共识就是说没有一致的支持政府这个政策。所以莱猪这个公投如果输了，这是政府重大政策的挫败。你说以前像这个戴高乐时代，戴高乐曾经立下一个很重要的宪政惯例，总统所发动的他的重大政策失败的时候，经由公投失败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就考虑就下台。戴高乐，我看蔡英文总统可能不会这样子吧，他可能不会是戴高乐。不过至少表示什么，就是民主国家这是政府的意志啊。对，我今天就是不管再怎么困难，我就是要推动开放莱猪进口，那民众不接受。那坦白讲，就是你政府没有能力说服民众接受嘛？对，政府没有能力说服民众接受，那表示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不是一个在民众眼中这不是好的政策，所以你要强推，结果你又民意 say no， 把你否决，那你何以自处？在早教公投还没有出现之前，一般社会大众也不知道什么早教啦。对。但现在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很声势很强大。对。而且是这个台湾不仅是知识界年轻人，看起来他的支持群众，哇，这个远超乎想象。是。那这个一过的话，等于是否决这个蔡政府从2018年以来的这个3阶的这个政策。第3天然气接收站设在这一个桃园这个事情，那当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挫败啊。另外是公投本来就是民进党的传统价值嘛，但是他因为2018年10个公投搞得他认为这个是2018年他重挫的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公投放太多嘛，对，可是他没有回头去想想说他自己没有严肃面对公投，招致这样的挫败，所以他就修法切掉，他就是说以后这个每隔2年才能够有一次公投。那这个是等于是跟自己过去所相信的价值观是这个背道而驰嘛。然后社会反应是强烈的，为什么强烈？一定肯定强烈，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传统的民进党这一路走来的一个核心价值，社会大众普遍都接受嘛。对。阿扁当年公投绑大选，蓝营是反对到这个强烈的抗争，公投绑大选也是蓝营发明的嘛。对不对？可是后来变成蓝营在护卫公投绑大选，对，反过来了。对，这个历史的这个是不是错乱？我觉得或许也是一种进步了合适，如果你再搞一次像这个2018年的公投这样子，我竟然这个赢了，这个以和养绿，这个一战成名，那。但他们后来也可以不认啊，后来证明不是他也就不认了嘛。每一个都是重大的这种政策的挫败如果他还能够若无其事的这个在那边继续坐在那个位置，你觉得这个可能吗？我不想，我基本上我从一个政治学的原理、民主政治、民主宪政的角度来看，我是觉得不可能会说通通没事情。那如果真的是大家都脸皮很厚的坐在那里，然后也这个好尊重公投结果，我尊重，对，只是尊重而已，但我不执行啊。然后就当成一个过程就过去了。你觉得没有可能吗？现在我都很难，不好说。我觉得已经真的已经很难确信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不会发生了。
好了，那在这个4大公投严峻的考验之前，我先插播问一下，就是公投前哨战其实是罢免陈柏惟嘛？陈柏惟罢免案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对民进党来说，因为民党现在中央还是出手力挺，可是我不知道民党中央有没有后悔啊？就出手的有点早了，挺得太早，是不是？因为陈柏惟就荒腔走板的这个，我想他会继续接下来3个礼拜，是不是？我们不会少看。那我不知道这个对民进党来说有差吗？还是说其实苗头不对就抽身？我觉得要从几方面来看哈，就是民进党不可能做事不救陈柏惟了啊。那这个要从这个你要了解这个背景啊，这个背景是什么？公元2020年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绑在一起。现在总统跟立委选举绑在一起，就有一个很糟糕的问题。就是总统哪一党比较强？这一档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对，就是说你就秋风扫落叶，你的立委就是会有比较多的席次。对，反而在你知道堂堂国会议员之尊啊，在这个选举过程沦为这个跟市议员一样啊，没什么人关注。你的政见是什么？你主张什么？你进入这个立法院你要做什么？你就没有，就变成你就跟着总统的身世在走。好，202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陈柏惟当选了，在严清标在他宣布当选之前，没有人会相信说陈柏惟会当选。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说，那我可怜啊，这个是严清标家族的地盘啊，根深蒂固。是，他就翻盘了。这种情况就有如2014年的选举，太阳花学运之后所带动的这种地方这个政治的大洗牌。对，国民党重创，民进党莫名其妙的这个得到很多的职位，对不对？对，不坦白讲，包括桃园市在内，对不对？当年的吴志阳会觉得他会输，那所以这一类就是说，因为整个形势的转变，对，而且是很大的转变，导致这个有人莫名其妙上来，有人莫名其妙就落选。对，但是等到这个情势转变之后，过了几年之后，你就回到正常，back to normal。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觉得这种情况底下，就是说我简单讲就是说，这一次罢免没有跟总统选举合在一起，没有总统大选的因素，对，没有，对吧？所以单独要去面对1对1，那这个就是意义就很复杂了。简单讲就是一席之差，对，差一席，那本来有的一席又丢掉，那比较严重就是说像这种，会不会这个有骨牌效应？台中如果罢免输了，就是陈柏惟输了，会不会骨牌效应？那个影响到整个年底的4个公投，也不是不可能。就这个气势就这样子一路下来会有发展。所以我想，他对民进党来讲，他不会坐视这一局啦，势必要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那要看情况而定。